最近，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了全球无数华人的焦点。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叫停日中友好交流活动，福建舰首次实战化训练出海，国内飞日本机票退订近50万张，日本民众上街要求高市下台。估计高市自己都没想到，不就是口出狂言了一番吗？后果怎么这么严重？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要说以前赴日旅游，那可是中国游客的心头好。2025年前3季度去日本玩的中国游客就有820万人，比去年多了40%还多。结果11月7日之后风向突变，就因为高市早苗在涉台问题上乱说话，中日关系一紧张，日本旅游业直接从盛夏掉进冰窖，旅行社、酒店、航空公司集体唱衰。据日媒报道，团体游是此次退订潮的重灾区，有旅行社光取消的游客就超过1000人，相当于好几个大型旅行团直接蒸发。酒店更惨，有些旅馆11月、12月的中国团体订单几乎全没了，累计取消人数超1000人次。有酒店社长愁得直叹气，表示不光订单没了，有的客人还提出了希望免除取消费用的请求，这让经营者非常为难。好几家店算下来，光预订收入就损失了数百万日元，相当于白干大半年。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就很贴心，直接宣布12月31日前飞日本的航线能免费改退。于是截止11月中旬，光是赴日航班的取消申请就有54万件，占了全部日本航线预订量的32%。这还没算上那些没统计到的个人取消订单，实际影响估计更吓人。可能有人要问，中国游客对日本旅游业真有这么重要吗？看看数据就知道了。2025年前3季度，日本总共接待了3165.1万境外游客，其中中国内地游客就有748.72万，比去年多了42.7%，直接超过韩国，成了日本最大的境外游客来源地。简单说就是中国人一不去，日本旅游业立马掉血。对了，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的研究员大西耕平还坦言，虽然日本入境游的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点，但卖货赚钱还是靠中国游客撑着。这是实话，论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全世界无人能敌。那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强？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访日外国游客总消费达8.1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旅游业直接成了日本仅次于汽车产业的第2大出口行业，而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游客的消费总和占了这8.1万亿日元的42.5%，差不多半壁江山。更别说中国内地游客的人均花费本来就比其他国家游客高，而且43.1%的钱都花在购物上，几乎占了总支出的一半。对比一下其他国家游客就更明显了，澳大利亚游客人均在日花费38万日元，看着挺高，但只有15%花在购物上，不到6万日元。所以不管是东京银座的奢侈品店，还是大阪新斋桥的药妆店，少了中国游客，货架上的商品都得积灰。不过这次冲击也有差别，主要集中在那些靠中国团体游客吃饭的景点和店家，比如专门做中国生意的和服租赁店、地接旅行社。东京、大阪这些大都市因为游客来源更多元，受影响相对小一点，但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中国游客的春节购买力太吓人了。过去几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让百货、奢侈品、家电、药妆行业赚得盆满钵满。要是现在的紧张局势持续到明年2月，日本旅游业怕是要迎来寒冬。有和服租赁公司的董事就发愁，要是中国人一直不来，销售额可能会下降2至3成。局面变成这样，我真希望高市首相说话能再谨慎一些。话又说回来，高市早苗当初之所以敢这么硬气，就是觉得有美国撑腰，但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10月25日，特朗普与高市早苗进行了一次通话，虽然他迫不及待地吹嘘，特朗普说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还表示随时都能给他打电话。但让高市没想到的是，特朗普后续仅在社交平台强调了中美关系极为稳固，对中日争端却是只字未提。更尴尬的是，日本外相茂木被记者追问了3次特
特朗普有没有明确支持日本，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说，白宫不会每件事都表态的。现在好了，高市和他背后的右翼势力一边要应对中国的反制，一边看着美国袖手旁观，国内老百姓抗议不断，经济还受了重创，要是还不道歉，这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迟早扛不住。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日本道不道歉，高市的行为已经开了个坏头，干涉中国内政，还让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所以中国的反制才刚开始，就是要让日本清楚，得罪中国，后果绝对不好受。前面说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领导的日本政府，在一番大言不惭的挑衅后，直接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被反制后的日本日子很不好过，于是就有部分日本人跳出来呼吁抵制中国大米。一时之间，日本抵制中国大米的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可打脸的是，他们前脚刚喊完抵制的口号，后脚就有中国网友在日本超市拍到了中国大米一上架，瞬间就被抢购一空的场景。有图有真相。当然，这真相定律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理解。要知道，日本超市里10斤装的中国大米售价298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每斤大概才13.5元，而日本本土存放了5年左右的陈米，价格却在4500至4800日元之间，每斤价格就是20至24元。只要不是傻子，就知道该怎么选。还有这些日本人喊着抵制中国大米，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国的大米供给早就捉襟见肘了，米价还在不停飙升，已然陷入了米荒困境。普通民众吃米都已经开始实行定量供应了。而日本的这场米荒也不是现在中国造成的，而是日本自己作的。数十年来，日本一直执行减反政策，人为压缩大米供给。从1971年起，日本政府就通过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民缩减水稻种植面积。这么多年下来，日本的水稻耕地面积的降幅已经超过50%。即便2018年日本名义上废除了减反政策，但实际上仍在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变相控制大米产量。这也导致大米供给端的短缺风险越来越严重，米荒逐渐成为常态。而米荒常态化之后，日本的政官农权力三角开始垄断大米流通环节。日本农协掌控着国内90%的大米交易。此前，日本政府曾因米荒向市场投放了41万吨陈年储备米，结果这批米中95%都被农协囤积起来。这些陈年储备米经过农协层层加价，最终售价飙升至每斤近5000日元，普通日本民众的民生需求就这样被利益阶层牢牢绑架，难以得到合理满足。除此之外，日本的农业根基早已崩溃，国内稻农的平均年龄高达71岁，大量耕地处于闲置状态，即便有耕种的地块，管理也较为粗放，不仅粮食产量难以提高，整个农业领域更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可面对严峻的米荒问题，日本政府的解释却出奇一致，舆论导向也完全偏向甩锅，将原因归咎于所谓的极端天气，声称是极端天气导致稻谷大面积绝收。但事实上，日本米荒的本质是农业体系长期积累的弊病，利益集团的从中操控与绑架，再加上政客刻意转嫁国内政治矛盾，多重问题层层叠加，各种负面因素集中显现，最终引发了本土粮食安全的深层危机。如今，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的不断挑事儿陷入冰点，日本舆论便趁机散布中国大米存在安全问题的谣言。日本各大媒体和社交媒体上迅速掀起了抵制中国大米的声浪，部分民众受中国大米品质低劣的固有偏见影响，也跟着加入了抵制行列。而日媒更是借题发挥，大肆炒作所谓遭到东方大国安全威胁的话题，但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转移民众视线，掩盖国内存在的种种矛盾与治理短板。看到这里，或许大家就能明白为何高市早苗主动挑事儿，引发本土战争危机，支持率却能高达82%了。还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中国大米在日本卖到13至15元一斤，并不是中国故意卖的贵，而是日本对进口大米征收了高达227%的高额关税。民以食为天，大米本是关乎民生的基础产品。如今日本的米荒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却依然对进口大米征收高额关税，还编造谎言，散布中国大米不安全的虚假信息。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日本的部分政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煽动全体民众的仇华情绪，将极右翼的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进一步推高。
可惜某些傻傻的普通日本民众，他们还不明白，还在狂热的抵制中国大米，希望他们的钱包经得起他们的热血吧。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